这部在90年代火遍整个亚洲的经典神剧，现在来看仍然是精彩至极，里面出演的明星多之又多，用群星闪耀来形容它都并不为过。甚至有的网友还夸张地说，看完这部剧，你就相当于快速认识了一遍岛国90年代的娱乐圈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7集古装剧演员杀人事件。眼前这个手拿武士刀的男子名叫宫本十四郎，他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古装剧演员。此刻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英雄救美的武侠神剧。转眼间拍摄结束，宫本刚坐下休息，他的经纪人就过来通知他，片场的总经理成田让他过去办公室一趟。原来成田已经将片场卖掉，1个月后就要把这里全部拆除。可宫本和其他片场人员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，突然通知拆迁，他们根本就无处可去。于是宫本联合所有人员给成田写了一份请愿书，想让他撤销出售片场的决定。可成田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就将请愿书丢进了垃圾桶里。临走前，宫本再次恳求成田，可得到的仍是冰冷的拒绝。成田表示，此次的拍摄就是片场最后一部剧，出售片场的决定也不可能反悔。随后宫本转身离开，正准备出门时，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他回头对着成田说，你不是一直想体验一下当演员的感觉吗？明天就是片场最后一次拍摄，这次不过戏瘾的话，下次恐怕就没机会了。晚上有个彩排，你可以过来试一下。说完，成田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，而宫本则偷偷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刚到片场，他就被2名粉丝大妈给拦下，拍照留念后大妈离开。宫本来到道具室，负责整理道具的工作人员名叫山本，两人交谈了几句。宫本表示自己是来准备晚上彩排用的道具，山本起身想帮忙，结果被宫本给回绝了。随后宫本来到放置道具刀的柜子前，道具有真有假，有时候导演会要求演员们使用真刀，以此来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。宫本拿着武士刀来到摄影棚，然而就在这时，2位大妈粉又偷偷地跑了进来，还给宫本拍了一张帅气的照片。狂热的粉丝跑上前将照片递给宫本后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可现在宫本的心中只有他的计划，根本就没心思理会什么照片。于是他随手一扔，将照片丢在了片场之中，而这也成了古田最后破案的关键。随后画面来到成田这边，宫本打电话通知他已经全部准备完毕。成田来到现场开始彩排，他要求导演更改剧本，把最后改成是自己杀死的安保武士。导演很无奈，但也毫无办法，谁让这里的一切都由成田说了算呢？最终导演改了剧本，彩排正式开始。宫本将台词和走位告诉成田，两人简单的比划了一下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导演决定拍一条试试看。宫本按照计划错位击杀了成田的所有手下，突然间却被成田偷袭误伤。宫本表示可以继续。随后两人开始了最终决斗，宫本举起武士刀，面露杀意，眼神也开始变得凶狠起来。此时成田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一边说着我错了，一边就往台下走去。然而宫本也抓住了这次机会，挥着武士刀就向成田砍去。就这样，成田被一刀砍死，命丧当场。宫本面露杀意，举起武士刀向着成田砍去。就这样，意外发生了，成田命丧当场。随后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古田又骑着他的黄金战车来到了这里。经过精全的初步调查，他表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现场的目击者有很多，大家都一致认为是成田擅自变更了自己的走位，最终撞到宫本的刀上，才被宫本误杀致死。听工作人员说，一般情况下演员们在拍摄时使用的都是道具刀，但是特殊情况，为了能拍出更好的效果，演员们也会使用真刀。两人正交谈着，这时第4期中负责绑架案的那名无能警探走了过来，他对着古田说，经调查，我们已经断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并且马上就要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希望你不要再瞎掺和进来。说完，他将金泉拉到一边，表示等会儿会有很多媒体要来，他们要借此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大放光彩，以此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知名度。转眼间，古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张照片，这正是宫本扔掉的那张。照片上一轮圆月悬在半空中，然而古田抬头一看，却发现月亮被升到了最上方。古田对此感到非常的疑惑不解，他表示这张照片也是在彩排的时候拍的，可现在从正面来看，根本就拍不到月亮，看来是有人将它升了起来。是谁将月亮升起来的呢？他又为何要这样做？金泉在一旁表示，应该是这场戏不需要月亮，被工作人员升起来了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古田找到宫本，宫本也表示对于这次意外事件，他感到非常的抱歉。古田不做回答，直接开始了自己的提问。成田作为老板为什么会上台演戏？宫本表示，成田在小的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，可惜家里太有钱，只能当片场的总经理，不能当片场的演员。这次他突然上台演戏，也是想在最后的关头过一下戏瘾。古田继续追问，拍摄时你为什么要使用真刀？宫本表示，真刀和假刀放在手上根本就分不清，因为它们的外表和重量完全一模一样，应该是拿道具的时候一不小心拿错了，所以才酿成了这样一个悲剧。询问结束后，
古田提起了片场内轮挂在空中的月亮，宫本对此表示他什么都不知情，应该是工作人员升上去的。随后古田把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通通找来，经过询问，大家也一致认为这是意外。古田继续问道，那么是谁将片场的月亮升起来的呢？却没有一个人回答。接着古田和山本来到道具室，却发现在放置刀具的柜子上，明明将真刀和假刀分别放在了2个抽屉里，并且还贴上了标签，这怎么可能会拿错呢？山本表示，真刀和假刀不仔细看真的很难区分，所以他才在柜子上做了标注。说完，古田借走了道具刀，再次来找到宫本。刚坐下，古田就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已经知道了片场即将被卖的消息。宫本也大方承认，并表示成田是因为欠了债，所以才卖掉片场来用于偿还的。说完，宫本起身带古田看起这几十年来自己在这里拍戏时的照片。宫本声称他和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一起共事了整整40年，这些照片就是他们的见证。正说着，古田突然发现墙上的一张照片和自己在片场捡到的那张很像，于是询问宫本这是什么时候拍的。宫本自豪地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当主角的时候拍摄的，非常具有纪念意义。随后古田将宫本带到案发现场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这刺激的一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了检验宫本是否能分辨出道具刀的真假，古田带着他来到案发现场，并给了他2把武士刀做选择。古田表示想和他重演一下案发时的具体经过。随后宫本选了1把武士刀走向舞台，案件重演结束。古田说他从现场的目击证人那里了解到，成田在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错了。这句我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台词本上也没有这句话，他到底错在哪里了呢？宫本表示会不会是因为他走错了台步。说完，古田立马反驳道，这不可能，他说这句话之前还没有开始走台步，当时的成田应该是在给某人为别的事情所道歉。2人正交谈着，突然山本在门外碰巧听到了2人的对话。随后宫本准备离开，古田又突然兴起，说是想试一下徒手接白刃。刚说完，宫本就举起武士刀朝他砍了过来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古田竟然真的做到了，并且没有受到一点伤害。紧接着古田对着宫本说，你不是不能区分真刀和假刀吗？怎么会一下就挑出假刀来重演案件呢？并且你还那么自信地用它来砍向我，这就说明了你知道你手里的那一把是假的刀。说完，宫本不做回答，重新抽出刀来砍向了一旁的竹子。然而下一秒，宫本的操作直接把古田给吓傻了。原来宫本手里的那把武士刀是真的。古田看着自己的手，想想都后怕，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古田任三郎就彻底大结局了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警探刚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另一边负责整理道具的山本就来向古田自首。他说杀害成田的凶手就是自己，是他偷偷将假刀换成真刀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想阻止成田出售片场。没办法，现在山本投案自首，只能重新召开发布会说明情况。可警探不想在电视上出丑，于是让金泉赶紧顶上，还真是背黑锅的小能手啊，太惨了我们的金泉。随后古田回到案发现场，仔细思索着整个案件。这时片场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，但是他也不知道这月亮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他说平时拍摄的时候会把月亮给放下来的，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将它放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说完，古田拿出照片仔细观看起来。突然工作人员拿出一个烧毁的月亮，声称早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不小心将月亮道具给烧坏了，现在台上的那个是从仓库里拿出来用于紧急代替的，那个月亮应该是以前拍摄的时候用过的道具。说完，古田询问工作人员道具被烧坏的事情都有谁知道。工作人员说片场里除了我和那个年轻人，就只有导演和宫本2人知道。听到此话，古田瞬间明白了所有真相。另一边，宫本询问山本大叔为何要替他顶罪。山本说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，而你不一样，况且片场没了你可不行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古田把宫本叫来案发现场。刚进来，宫本就开门见山地说人是我杀的，我愿意认罪。但古田表示误杀和谋杀是2码事。随后古田指着舞台上的月亮说这是你升上去的，然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。古田打开放映机，这是宫本第一次当主角时拍摄的剧。影片中这个月亮道具就是现在舞台上高高挂起的那个，为了纪念自己的手具，你将它一直保存在仓库里。然而今天早上新道具不小心被烧毁，为了救急你才将它拿了出来。可你为什么要把月亮升得那么高呢？因为你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，你不想让成田的血溅到月亮上面，所以你提前计划好了一切，包括把月亮升高这一步骤。说完，宫本表示自己认罪，并强调山本大叔是无辜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计划杀人这件事。接着宫本还说他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这片场是他拼了性命也想要去守护的东西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最后古田的破案过程似乎有点牵强，相比前几期而言，这一集中的凶手感觉更多的是他不想让山本大叔顶罪，最终迫不得已才承认的一样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
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